各位好，欢迎来到27玩家。又到了一年的春天，我不知道兄弟们是不是受够了画质好的死沉、轻便的画质渣。今天我要介绍这支镜头，索尼的一个小透明，根本就很少见的这样的一个镜头，是 FE 的35 f2.8。那这个镜头其实它是一个很老的镜头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。我觉得它这个外观真的是短小又轻便。这个镜头上面只有这么个小蓝标，没有任何的开关，只有这么一个对焦的转环，那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觉得装在索尼的 A7C 的这类机器上是非常的好用的。我这个是 A7CR。它是有这么一个原厂的一个遮光罩，我这个镜头是贴了膜的，装上这个之后还真的挺有那种口袋相机的感觉，再盖上这个盖儿，这是完全可以装在口袋里的。这个镜头由于是原厂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对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而且它也是2.8的光圈，我大概测了一下，它的成像基本跟索尼的大三元的2470 f2.8可能在紫边上稍微差那么一点点，也就是一点点，反正挺玄学的。如果你看不出来也无所谓。这个镜头如果平时我们装这个环，那你这个镜头盖又不能用这个尺寸的镜头盖。所以呢，这点挺讨厌的，你就需要再给它配个镜头盖。这上面写的是49，直径是49毫米的，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小。可以看到装在 A7CR 这个机身上，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。这个 ZV-E1它也是非常适配这颗镜头的。我又贴了一样颜色的膜，大小都差不多，一个这样的感觉。那我是觉得这颗镜头用在 A7CR 上拍照还是不错的。另外，索尼的2860这个套头，那我觉得出门带这两颗镜头就很适配，我就用它在这个春天出去走了一圈。可以看到这个镜头的重量只有100多克这么个重量，那这么个小身板，你挂在相机上几乎就察觉不到什么负担。像我平时出去逛街，拿着它就很轻松，包里一塞，甚至如果你外衣口袋大一点，可以直接塞在外衣里，就完全不占地方。对于有轻便出行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太友好了。再讲讲这个镜头的画质表现，我觉得它在最大光圈f2.8的时候拍的感觉都还不错。
最近对焦距离比正常现代的镜头可能要稍微远，毕竟它是上好几个年代的产品了。最重要的还是小巧，我日常用的手机不套手机壳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小。日常肯定还是要经常带着手机壳的。这个手机壳可以看到，其实它的投影面积，我说正面的投影面积，甚至比这个手机都小。当然，这个侧面是没法比的，手机还是更方便携带的。那如果我日常带着这个手机的情况下，还想要再拍一些全画幅这种素质更高的照片，这颗镜头还真的是蛮适配的。最近对焦距离大概是35厘米左右，我觉得还可以用一下。因为我搭配的是 HCR 的相机 ，HCR 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一个像素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全画幅的相机。我如果用这个 APS-C 裁切，它35的焦段，它刚好我就裁切完了是50，就能替代我是经常用的50 1.4的这颗镜头。如果我没有什么拍人的需求，或者我真的需要很轻便，我觉得这一套是非常的好用。卖点就是轻量化了。那如果跟它搭配，其实是完全可以带这颗狗头，或者是带一颗55的 f1.8 的蔡司，同样是蔡司的这个镜头。我觉得这2颗镜头搭配就可以直接出去旅行了。但这2颗镜头都有个问题，就是紫边爆炸。这颗蔡司的镜头也不知道跟谁拿错了，我现在索尼的盖子没有了，是个佳能的盖子。还有一点，其实当你搭配这个镜头的时候，看上去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些字，你并不觉得你这个东西很业余，可能大家看了觉得你这东西还是个东西，还挺厉害的。因为索尼是出了一颗40 f2.5G 的这个镜头本来我想买挂机，但那颗镜头我觉得现在的价格太高了。所以我在闲鱼上闲逛的时候发现了这颗35 2.8，那我之前甚至不知道有这颗镜头的存在。因为我毕竟不是 HCR 我是 HCR，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像素比较高， 2.8 和 2.5 的光圈没差多少，35和40毫米只是稍微广一点，我像素够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颗镜头。因为我买来的价格非常的便宜，不到1000块钱，这上面有这么多什么 T 星、卡尔蔡司这些字，这边还有个小蓝标，我觉得看上去可能跟这个原厂 40G 的波格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既然又带来了波格，它是原厂对焦没有任何的问题，非常的迅速。二手900多块钱，索尼40 f2.5G 就算是二手，可能现在也要3000块钱，3倍的一个价格。确实在操作上，那颗黑 G 镜头确实是有很多的功能，甚至可能在色散或者画质或者对焦包括光圈都比它要强。但是我用1/3的价格，最起码我买来了个1半以上的体验，可能2/3的体验。以我这种节省钱的想法来说，我认为还是完全够的。这个就不对比那些什么标板啥的了。一个是我也没有40 2.5的镜头，另外一个我觉得比那些也没什么意义，反正也不用肉，就用相机的 JPG 支出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说淘二手镜头一些感觉，首先可能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平台，因为你在闲鱼上看可以，但是你在闲鱼上交易，有一些卖家可能人不老实，所以你并不能排除一些人的因素。闲鱼现在是有这种交易宝中间的东西，但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好。那我在这次买这个镜头的过程中，其实我是买了2枚，我都是在一个叫这么一个地方买的。买完了之后，第一个我不是特别满意，因为它的成色可能并没有好太多的情况下，价格有点贵，所以我又买了这第2枚。确实成色是差了一点，但是它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价格便宜了好几百，所以我就买了这。第一个花1300，第2个花了900多。那这个900多，我觉得还蛮合适的，反正回来贴个膜也看不出来外观的问题。这就是目前 HC 系列最便宜好用的一个原厂的镜头，一开机小眼睛。我觉得在整个的使用上面不会比40 f2.5 差多少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厂的，可以说40 f2.5G 的这么一个平替款。那我是从早上拍到了晚上，带着它去了好几个地方，我觉得整个重量真的是毫无压力，确实比之前的50 f1.4 这个镜头确实压力小了很多。但是这个35的镜头也有个问题，有的时候东西我要离的被摄的东西摄的人比较近，有时候我这个摄孔我就不好意思，那这个时候还是得拿出我最爱的那颗85 1.8的那颗镜头来拍一拍。那下一集还是要讲一下这个50 f1.4和
这个55 f1.8 的这个对比，我觉得这2颗镜头还真的蛮有意思。其实它们的价格是差了好多，是不是在功能上差出了那么多钱？而且在我们普通人是爱好者，不以这个赚钱的情况下，有没有必要买这个50 f1.4？改天我再做一个视频说一下这2个。好，就聊到这里，再见。